所以梅老师，所以在您那里的一般口语的念法会念不一会儿，对不对？不一对，不一会儿。对，我们这里也念不一会儿。那念不一会儿我们这里是没有人这样念了。但是对，我今天查了很多地方，的确有人会念不一会儿，然后有，但是也不错，也也没不是说有错，对不绝对对？的错。对，但是就是学生考 嗯，HSK 的时候，其实要照不一会儿，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也要看他那个情况，也是要对啊，看情况的。我们不能说就是一定说不一会儿就不错的，对啊，对对是对对，错的，或者说是不一会儿也是错的，不嗯，一定的，就是看情况看场合。而且看你在哪个地方，对不对？像可能对南方我们对几乎都念不一会儿三声的，对，不北用太方好像纠结。北我觉得方好像念不一会儿，真的有时候我也觉得不用太纠结，其实是看你在的不用太地方，纠结。对，对对对看你在的地方哦。好，对对对，因那为梅老师，我问你，这个是如果是等一会儿，那就你一定要念会儿，对不对？等一会儿，也不用太纠结，也不用这个太纠结，的，对不对？对，也是太，因为呢，在北方口音里面，东北口音我以前有人曾经怀疑我是东北人，因为我曾经跟东北人住过一段时间，然后那个普哦，通话呢就有点偏他们那边东北的口音，口音，所以这个呢不用太纠结，我觉得就是就是说只是人家听得明白，但是对如果他正式考试里面，他也不一定说怎么样，但是他如果他是规定了这个儿化音要读出来或者不读出来，那你就一定要注意。对，就要去对跟着那个考试的规定去走，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像我们对南方，其实那个儿化音很少哦，很少，对，不是说的很那个南方的口音，一会儿一对般现在的普通话在全国来说，因为它普及了这个普通话的等级一个标准，所对。以现在的南方北方的口音就稍微有点靠近了，不会差得很远。而且大家接受度都很高，对不对？因为都听过，对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哦。好，对，好的，那梅老师，我们就正式的上线了哦。好，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梅老师来了，哇！大家好。各位同学是不是很期待我们的梅老师啊？梅老师啊，每周日会来跟我们一起上课。今天特别高兴哦，梅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中文哦，学习中文。好哇，好多同学哦，这个今天呢，梅老师我们就不跟学生们打招呼了哦。我大概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这位阿力克斯有一个问题，梅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念一下？但我不太理解哦，这个英文。英文是还是什么？这个 greedy 应该是贪心的，好像是贪贪心。心的，贪心的就是，比如说贪心的这个词语怎么解释呢？比如说对你有一支这样的笔了，对不对？有一支啊这样的笔，然后啊呢，你已经有了但是呢，你看到人家旁边有一个朋友有一支，就是哦有一点点的区别，看到了没有？有一点啊点的区别，你又想要他的，你本来有了。但是你嗯又要他的，人家就觉得你贪心了，贪心对不对？好，没有错贪心。哦。梅老师嗯，说的这个就是阿历克斯，这个 greedy 就是贪心的。你有了一个，你又还想要别的，你有了梅老师这个笔，你又想要理查老师的笔，他表示啊你是 greedy，你很贪心啊。这个我们中文或讲贪者是心。或者是盘子里面有很多，就是比如说 biscuit 饼干，啊，你手上你已经拿着一个在吃了，你又伸手要去拿一个，这样就表示贪心。对，贪心，贪婪、贪心、贪婪贪婪是。也可以，贪婪也可以哦。那贪对婪比较书面语一点了，我们一般说贪心比较多。
啊。你有一个饼干了，哎呀，结果你又想要再一个饼干，太贪心了啊！就是你在吃的这一个饼干，又从盘子再拿一个，就好像人家给人的感觉就是有点贪心贪婪的意思哈。对，好，宋角说的贪婪也可以啊，贪婪比较正式一点啊，贪婪比较正式。对，书面语一点，贪心就是口语一点。我们一般口语常常说的是贪心啊，一样的意思啊。对对对。好，那这个哇，很多同学都上来了哦。宋角这个问题有点难了，委屈跟委屈，这个是不是我们是用哪一个委屈啊？委屈我们用的是第一个委屈。这个吧，我也觉得是第一个，第二个应该是错别字吧？第二个算是错别字了吧？哦，委屈这个屈呢，第二个屈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线条这样子。曲 curvy 对。对对对，弯就不用第二个啊，宋角不用第二个。对，我们宋角第一个才是对的。如果是曲，就是那个 curvy， 就这样弯弯曲曲这样子哦。好，委屈第一个才对，宋角第一个才是对的，第二个不对。我也觉得第一个才是对的，我没有看过第二个，我没有看过第二个。哦、好 ，OK， 好的，那各位同学，今天呢？梅老师要跟李朝老师一起教各位HSK 第二集的词汇。那第二集是属于初阶词汇哦，所以我跟梅老师说话的速度会稍微慢一点啊，因为 for beginners 哦，初学者，我们中文不能讲太快啊。好，那今天我们就来上课吧。好，梅老师，我们今天的词汇都有一点点挑战性哦，有点 challenge。有点不好说，不容易教了哦。好，OK， 那初级词汇今天要教的5个词汇，我要麻烦一下梅老师帮我们念一下这5个词汇。那梅老师麻烦你一个词念2遍，好不好？好，谢谢。第一个，不同，不同。好。第二个，不行，不行。第三个，不一定，不一定。好。第4个，不一会儿，不一会儿，或者是不一会儿，对，不一会儿。对，这个各位同学，这个词到时候我跟梅老师会大概说明一下它怎么念啊。它的这个基本上我们习惯的念是不一会儿，对不对？不一会儿。不一会儿，对，不一会儿，那个儿化音啊。好，我们这个等一下再说好了啊。来，还有一个部分，对，部分。好，这5个词汇其实并不难，但是它也不好说，也不好教啊，也不好教。好，哦，这位同学说，梅老师你看一下好了，他已经有了一个苹果。然后他又想要另一个苹果，他是贪心的，这样可以说吗？可以这么说。一般这个贪心，如果我们说他有一个苹果，就是我刚才想解释的，他在嘴巴里面就是咬了一口，已经咬了一口在吃了，然后他手又伸出去拿另外的一个，这样呢？就一般发生在小朋友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看到了我在吃这个，然后我又想要另外一个，就是要贪心。这样说是可以的，可以的。好，这个位是满飞同学的问题哦。那满飞，你可以说他很贪心啊，他很贪心。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贪心的人，也可以，他是一个贪心的人。就像梅老师说的，你苹果都还没有吃完，你又去拿另外一个，好贪心哦。好 ，OK， 那我们就来上课吧。我们看第一个词汇叫不同，不同，不同就是英文的 different different。那不同其实就是不一样，对不对，梅老师？不同就是不一样不一样。是。那这个梅老师，麻烦你帮我们念一下句子好不好？好。
学生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好，学生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学生们，这个们有一点是像复数的感觉，有很多个学生哦，学生们。对，这个们就有点像英文的这个复数了哦，这个对，就是2个以上。2个以上可以加个们，像我们是 we， 你们是 you， 表示超过2个人哦。OK， 学生们来自就是英文的 come from， 对不对？来自 come from 不同的 different。国家就是 like nation or country 啊，学生们来自不同的国家。那这个梅老师，其实不同的表示这个 different 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那您觉得它的反义词应该是什么呢？相同。相同，对，没有错哦。各位同学，就像梅老师说的，我们如果会不同这个词 different， 我们要知道 the same。那这个梅老师刚刚说的就是相同的。我们说相同，好，我打给各位看哦，相同，相同就是它的 opposite 反义词，相同的，相同哦，不同是 different， 相同是 the same 哦，相同的是 the same。好 ，OK， 所以这个是不同的意思。好，我们再不过我们这里讲的不同的，它是个形容词啦，不同的 different。那不同也可以当做名词。我们看一下下面的名词用法。好，不同也可以当做 a noun， 它的意思是 difference。OK， 名词哦 ，difference。好，那麻烦一下梅老师。这2个汉字有什么不同？对，这2个汉字有什么不同？好，这个汉字就是 Chinese character 哦，中文字就是汉字。有什么？什么就是 what？What's the difference？ 这里的不同表示不同的地方、不同处。我们中文讲不同处哦，所以这里的不同指的是不同处，它是个名词哦，不同处。好，不同处 ，like the difference 啊，like the difference 不同处。好，我们中文说不同处哦，所以各位同学，你可以用这个语法来造句子哦。我们可以用这个语法来造句子，什么语法呢？好，这边的不同就是不同处 ，like the different part, the different place, difference。那这里我们特别要讲的一个语法就是有什么不同。你可以说 A 和 B 有什么不同？A 和 B 有什么不同？这2个东西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各位同学，你可以把这个记起来。有什么不同？就是英文的 What's the difference？ 有什么不同？好，那同学们，我们来考个试看看吧。好 ，A 和 B 有什么不同？这个梅老师啊，我们很久没有考学生翻译了，我们来考学生翻译好了。好。那这个各位同学，我给你一句英文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ove and friendship？ 这边我要请梅老师啊帮忙学生一下，我们这里的 love 这个中文应该怎么说会比较好一点？爱，对，爱或喜欢，对不对？这里我们翻译成爱情好了啊，爱情，爱情呀。那 friendship， 梅老师，我们应该要怎么把它翻译成中文会比较好一点？我们要提醒一下，提示学生哦。friendship 应该是像你们念友谊还是念友谊？友谊，对，我们也念友谊。这个 friendship 就是各位同学朋友之间的感情，对不对 ？friendship 就是我们的友谊。那这边呢？这边各位同学，你们觉得这句要怎么翻译成中文呢？会好一点呢？要注意我们的语法哦。A 和 B 有什么不同？好。这个梅老师，我觉得我们也来试试看好了哦。好，我也来写我的答案好了。这个田老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讲友情？友谊跟友情还是有区别的，还是有区别，对不对哦？友谊跟友情还是有点不一样哦。稍微一点点区别，稍微有点区别哦。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写这个句子呢？好，各位同学，那我给你们前几个字好了。好，爱情和友谊，爱情和友谊。好，各位同学后面要怎么写？哇，已经有同学写出来了耶！哇，梅老师，大家好厉害哦。好，我们看一下佩佩猪的好了。诶，佩佩猪用的跟我们的句子不太一样。不过梅老师，你觉得佩佩猪写的佩佩猪，不是佩佩猪啊，他是谁？他这个名字我不是，这个他是用这个可能是不晓得什么文字写的哦。那梅老师，你觉得这个句子可不可以？不同也可以，就是区别，但是区别和不同也还是有区别，还是有点区别，对不对？还是有点不一样，对不对？不过我觉得区别比较正式一点了哦。对对对，有爱和友谊有什么区别？这个同学懂意思哦。不过我们看看，真的是佩佩猪的了，佩佩猪的句子。好，要麻烦梅老师念一下佩佩猪的句子，对不对？爱情和友谊有什么不同？不错哦，这个句子哦，爱情和友谊有什么不同？好 ，OK， 好，那佩佩猪的答案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各位同学，如果你要讲 What's the difference， 那你就可以中文的翻译就可以这样子，爱情和友谊有什么不同 ？What's the difference？ 哦。那你们就可以这样去造很多句子哦。爱情和友谊有什么不同？男生跟女生有什么不同？对不对？哦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n and women？ 男生和女生 like between boys and girls。男生跟女生有什么不同？你们都可以这样造句。加拿大呀，好，梅老师你说没关系。OK。但是男生和女生这个区别是非常大，太大了。我们在一个事情上面来对待，对，男生和女生在感情上面有什么不同？对，男生和女生，或者你可以在服装上，或者是在男生跟女生在感情上有什么不同？男生或者是这个头发型上有什么不同，对不对？服装上有什么不同？对啦，男生跟女生本来就不同了，没有什么好比较的，对不对？哦，所以各位同学，这个你可以 A 和 B 有什么不同？男生和女生在发型上有什么不同？男生和女生在服装上有什么不同？你们都可以造类似的句子哦。中文和英文有什么不同？这不同可大的了哦。好。好，男生是强，女生是弱。阿能，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好，应该是讲力气啦哦。阿能说的可能是力气，男生的力气比较强，女生的力气比较弱，比较小啦。男生的力气比较大，女生的力气比较小。好，Henry 这个句子，梅老师你觉得呢？ OK， 这个北方和南方人的文化，你应该是想写北方人和南方人的文化有什么不同，可以吗？可以的，就是北方人的文化和南方人的文化，比如说饮食文化。对，饮食文化哦，非常的不同，吃的方面特别不一样。北方人吃的跟南方人吃的就很不一样，很不同，对不对哦？北方人，例如说，就是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很快端午节了，对不对？对。端午节吃的粽子哈，不知道大家知道理解这个粽子是什么东西吗？知道吧，各位同学？这个粽子，北方人呢就是喜欢放那个红枣或者是红糖，就是里面仅仅是放这两种东西，或者是豆沙放进去，他们就觉得这样子的粽子他们喜欢吃。但是南方人也可能是在大陆这边的，跟台湾那边又有点不一样。每个地方的饮食文化都不同。没错。每个地方吃东西的文化，然后吃的食物的内容都不一样，对不对哦？对。
像有的可能地方内容一样，但是呢，那个里面的馅料啊，就是不对，一样，味道也对，不一样。调味料也不一样，对不对哦？所以都不同。那有的地方喜欢吃辣，有的地方喜欢吃的很辣，有的地对方不喜欢吃辣，有的地方吃的很咸，有的地方喜欢吃甜的，不一样哦。好，这个就是一个不同我们中文讲不同。好，太好了，各位同学，你们呢已经理解“不同”这个词了。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好，他们的问题太多，对啊，你们问题太多了，实在是回答不了了哦。中国人和韩国人的习惯有什么不同？梅老师，你非常不觉得这个句子同。很好吗？好不好？比如这个句子，说，中国人的也是我们也是说这个衣着方面的不同吧，习衣着惯啊，这个穿衣方面的习惯就是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对，具体我不太清楚那个韩国人穿的是什么衣服。如果说像他们韩国古代的那个啊，衣服对对跟那个对，头饰，都是就跟中国人的头饰非常的不同。对我看了一部电视剧，叫做《韩国的大长今》，不知道理查老师有没有看过啊？那个韩国人，那个皇后，那个头发就是她结了婚的女性把头发转起来，古代的转起来的。但是中国人呢，就是他古代呢，就是那个，就是说一个发髻，梳上一个发髻，就是很大的不同。那韩国人跟中国人呢说话也习惯不同，可哦，能也是饮食的习惯不饮同，食饮食就是方面也很不同，对不对？韩国人很对。喜欢吃泡菜，可能也比较但是喜欢吃辣哦。对，但是你看韩国人跟中国人外表上面有什么不同呢？你就很难分得清楚。真的哦，像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的外表啊，你实在分不太出来。其实梅老师，我们自己可以分得出日本人跟韩国人，对不对？各位同学，对，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分得出韩国人跟日本人，但是对欧美人士来说，他们分不出来。他们觉得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根本长得就一样啊，对不对？没因为我什么不同。们都是亚洲人。对，都是亚洲人啊。好，OK。哇，我觉得大家的句子也蛮不错的哦。好，这个 Laura 有一个问题，我们要麻烦一下梅老师。哎，老师们也可以说这两个汉字有什么区别吗？可以的，这个句子是没错的。对，其实区别，我觉得是比较正式的一个词了哦。这两个汉字有什么不同？区别是对的，没有问题哦。不过我个人比较常用不同，这两个汉字有什么？也是分场合了，对啊，看地方。不同和区别也是要分场合来用。对，还是有不一样的哦。好，不过 Laura，你的这个句子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是可以的哦。好，那我们赶快进入到下一个词吧。好，不行。好，不行这个词比较简单一点哦。不行就是 no， 不可以的意思，不要，不可以，也不是不要啦，就是不可以的意思哦。不行就是 no or no way。好，那这个梅老师麻烦你一下。好，你能帮我吗？不行。哇，不行，你能帮我吗？能就是 like can 可以啊，帮就是 like help 协助帮助的意思。Can you help me？你可以帮我吗？他说不行。好，这个梅老师，我觉得我们要让学生知道一下不行的语气大概是怎么样子。What's the tone of 不行？不行大概在中文是怎么样的一个语气呢？如果就是那也是我们也是要分场合。如果说说的比较严肃一点，这个不行的时候呢，就是本来这个事情你可以完成，比如说是一个小朋友，妈妈，你可以帮我穿鞋吗？然后你很认真、很确定的告诉他，不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对，然后这个不行后面呢，跟的一个是感叹号。一个那个感叹号，让我把它改一下。其实那个例如语气是一个陈述的一个，对，像这样的感觉，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好，
这样其实那个语气会比较对。不行，基本上就是你拒绝对方，但是这个语气上好像比较强烈一点，对不对？哦，也是看场合哦，看场合哦。好，所以这个不行，基本上刚刚梅老师讲的例子就是小孩子要绑鞋带，那请妈妈帮忙绑鞋带，可是妈妈就说不行，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妈妈的这个语气是比较和缓一点的，你可以用和缓的方式说不行哦，但是这个也可以用很严肃的这样说不行，你非常严肃的 very serious rejection 不行。但是就像理查老师说的，如果是绑鞋带，它可能有点困难，你可以说是缓一点。但是如果是穿鞋，或者说妈妈你可以喂我吃饭吗？那就是非常的说，就是严肃的要说一下，不行，这个事情你必须自己做，因为他可以做。对，一个小孩子自己能做的事情，那小孩子不做，他想要偷懒，妈妈就会比较严肃说不可以，自己吃饭，妈妈抱抱，不可以自己走路，怎么可以要妈妈抱抱呢？所以各位同学，如果这个不行哦，看你的语气，不行，那你的语气比较和缓一点，没有那么强烈。如果小孩子想偷懒，妈妈抱抱，妈妈抱抱我，自己走，不行，自己走。这个时候你也可以 ，the tone is very strong, the serious rejection， 不行，也可以很强烈，也可以很强烈。好，那这里我觉得很多同学已经开始有对不行有一些问题了。我们先看一下 pussy 的问题啊。好，梅老师麻烦你一下。不行跟不可以一样吗？就是不行这个语气呢，就是用在一个场合就比较严肃一点。不可以呢，就是还可以有的商量的意思。对，不可以好像也还可以，不可以，比如说，如果妈妈说不可以，然后小孩可能还会这样撒娇一下，拜托嘛，抱我一下嘛，哦，可能还可以商量哦，妈妈拜托抱一下嘛。如果妈妈说不行，这个小孩可能就不敢说话了哦，小孩可能就不敢说话了啊。所以 pussy 简单说，不行的语气比较强一点哦，他们两个意思差不多，不过语气比较强，不行，有没有？不行哦，中文的这个句子好像短一点的都比较强烈一点，不行哦，不可以，听起来也是拒绝，不过比较缓和一点哦，比较缓和一点。好 ，OK， 这个丽娜的句子。我现在可以吃啦吗？这个啦应该啦改成啦，对，改成这个啦，不行，肚子会不舒服啊。对，比如说小孩子说：“妈妈，我现在可以吃冰淇淋了吗？”不行，吃了肚子会不舒服。对，这个妈妈，我现在可以吃饼干了吗？不行，你还没有吃晚餐。怎么可以吃饼干呢？所以你可以用不行。那妈妈如果要 very serious， 妈妈，我可以吃饼干了吗？不行，这个比较强烈，看你的语气，对不对啊？看你的语气，不行，你还没有吃晚餐，不可以吃饼干哦，看你的语气啊。好的，这个 Yusuke 的问题是说，不行听起来不礼貌。梅老师你觉得呢？不是说不礼貌，就是就是你很拒绝别人做这个事情，可能就是你会感觉到很不礼貌，但是其实不是说不礼貌的意思啊？算是你很直接的拒绝对方like a very straightforward rejection， 很直接的一种，对，就是我们就是也是看场合，比如说有一些场合里面呢，我们必须是要干脆磊落的说一声不行，不行，对，有时候你还是要拒绝对方，也不是说不礼貌你就不拒绝对方，有时候对方要求了一件事情你做不到，你就要说不行哦，这个不行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拒绝，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拒绝哦。好的 ，OK。
哇，大家实在太多问题了，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看。不是，我看到玉珠的这个句子，我就这个好，那这个梅老师你念一下好了。学生说：“我巴不得梅老师天天教我们汉语。”梅老师说：“不行，对我就确实不行，不可以每天教你们汉语。”我很抱歉。对，这个玉珠这个时候梅老师说的不行是比较 soft， 比较没有那么 serious。梅老师是说，不行，因为梅老师要带孩子，他没有办法，他不行，这个是 soft。那如果梅老师很生气、很严肃，不行，我不行，因为我要带孩子，我不行啊。这个看那个场合啊。不过玉珠这个句子实在太棒了啊。因为这个我前几天才教过巴不得，他马上用到这个词了。巴不得，很棒，学以致用。对，很棒哦，学以致用，很棒哦。玉珠很好哦，梅老师赞美你哦。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啊。我们现在学到的这个不行啊，通常就单独使用，不行哦，单独使用。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句子，这个不行啊是当动词用，就是你无法做一件事情了，你没有办法再做一件事情了。这个时候的不行 ，it is a verb， 它是个动词，所以我们会常常加上一个了哦，常常加上一个了。好，这个梅老师麻烦你一下。我不行了。我走不动了。我不行了。各位同学，这里的不行不是 no， 不是，它的这里的不行是I can't do this because I'm too tired。这个梅老师，这里的我不行了，是不是一般是讲太累了，所以你会讲这句话？对，可以说是太累了。像这一幅图，蚂蚁背着这个豆，感觉它很重。哎呀，我背不动了，我不行了，我走不动了。对，那一般说我不行了，表示你已经太累了，你已经我们说耗费体力，你已经没有体力了You don't have any physical strength， 你没有体力了，所以你会跟对方说我不行了，我没有力气了，我走不动了，我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好，所以你就可以说我不行了。其实他的意思是我没有力气了，在做这件事情了没有力气在做这件事情了。你就可以说我不行了。那这里的不行不是 no， 这里的不行不是 you say no to someone， no。It means, I cannot do that because I'm so tired. 太累了，我不行了。所以你可以，这个在这个电视剧常常会听到有这样的台词出现我不行了，走不动了，没有办法做了，我搬不动了，我不行了就可以这样说。好，来阿能的句子，我觉得梅老师可以念念看。我不行了。这食物太辣了，可以吗？可以的，就是这个不行了，一般是到了一个极限，到了一个极限，就是说你不能再挑战了，这个辣度太辣了，你不能再挑战。对，阿能，你的句子是正确的。其实不行了，不一定是体力上你没有力气了，有时候你吃辣太辣，不能再吃了。你不能 ，you cannot afford anymore. You can say 好辣我不行了，你没有办法再吃辣了你可以说我不行了 ，too spicy 太辣了，你就可以跟对方说我不行了好像你投降了，我不行了好，很好，阿能，你这个句子很棒我不行了表示 you do something to a limit and you cannot do that anymore。Because you cannot afford it anymore. 我不行了，太辣了，我吃不下去了 ，too spicy 好，太好了，阿能，这个句子很棒好，那其实这个梅老师，我觉得我不行了这个词算是蛮常听得到的了我不行了，对，很常用到好，那各位同学知道一下，如果以后你听到我不行了，它的意思不是 no， 它的意思是 this person cannot do this anymore佳佳的句子蛮有意思的，这个梅老师，你可不可以帮他念一下？我不行了，繁体字太难了。好，对，繁体字确实很难。就是当你阅读这本书，可能这本书是
写的全部都是印刷体繁体字，可能你现在我们学习的几乎都是简体中文。对，没错。对，那这个佳佳的句子也很好，因为这个不行了不一定是体力或你没有力气的不行，这里的不行是你没有办法读 to a limit， 你没有办法读繁体字，因为繁体字太难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再读了，太累了，你没有办法再读了啊，好痛苦哦！我不懂繁体字啊，太难了，我不行了。You cannot read traditional Chinese anymore。所以这边是啊，我快受不了了的意思，我不行了啊，我不行了，很好。哦，这里有一个同学，我觉得他这里的不行了，好像有一点不同的意思哦。这个不行了，就他好像快。就是这个花不行了，它这一朵花花不行了，它就是要这个朵花要死掉了的意思。不行了，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快要死掉了。这个病人快不行了，表示这个病人可能快要死掉了，他病得很重，快要死了。你就可以说这个病人快不行了，可能 is dying， 快要死了哦。coming died。呀，刚刚梅老师说的这朵花本来这样，这朵花不行了，快要死掉了，这朵花快要死掉了哦，你就可以说这朵花不行了哦。所以各位同学，不行了，对呀，你看就是这个例子有没有？这个梅老师手上拿的花有一朵已经快要死掉了，对不对？哦，你就可以说这朵花不行了，表示The flower is dying。另外一朵好像好好的，对不对？另外一朵好好的。对，这朵花已经干了，不行了。已经这样子了。那个梅老师拿的那一朵花已经这样子了，这朵花不行了，这朵花好像不行了，表示这朵花快要死掉了。哦，好，没有错。哇，丽娜你很厉害。不行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快要死掉了，快要不行了，快要死掉了。哦，好。对啊，这个丽娜就是这个意思。在台湾医院的时候，她在 ICU， 在那个急诊的地方看到一个病人，然后人家就说这个病人不行了，所以丽娜就是这个病人快要死掉了哦。因为梅老师，我们现在台湾新冠病毒很严重，所以在医院呢，丽娜可能有看到这个状况，可能有病人快不行了哦。那丽娜，对，丽娜以后你就学起来了。快不行了，表示这个人快要死掉了，快要没有办法这个生存下去了，我们就可以说快不行了，快死掉了哦。好的，那做老公的不行，这个句子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念好了，有一点尴尬，不需要解释了，太尴尬了。惠美，你的句子有一点尴尬，我们就暂时不讲了啊。不行的意思太多了啊。好 ，OK， 我们往下看啊。好，那我们还会常常用到一些 common phrases，比如说像这个叫这个梅老师，你们会这样用吗？现在不行，现在不行，我们用，比如说你现在可以帮我忙吗？我可以说我现在不行。因为我现在要做另外的一件事情，比如说，理查老师问我，你等一会儿可以帮我上中文课吗？我说，不行，我现在不行，因为我要接我的孩子放学，就是这样。现在不行就是英文的 not now，you're not available right now，you're not free now， 你现在没有空，所以你要跟对方说现在不行哦。比如说，你要说。理查老师，你等一下可不可以帮我去买鸡蛋呢？理查老师就说：“我现在要上直播课，现在不行 ，not now， 现在没有办法帮你买鸡蛋，现在不行 ，not now。”各位同学把它记起来哦。如果有人要拜托你做一件事情，但是你正在忙别的事情，你就可以说：“现在不行 ，not now， 现在不行。”哦，好，还有一个叫“这可不行”。这个梅老师，你们会常这样说吗？这可不行。我们也会说，比如说，你要借我这一支笔用，你说可以借我用一下你的笔吗？这个不行，也是这可不行，不行，对。或者说，
或者是比如说是你一件心爱的礼品对，你需要，或者说这个鼠标鼠标，你可以借给我吗？这个不行，这是我最喜欢的东西，我不能借这个给你。鼠标是我最爱的。哎呀，我怎么刚刚跳出来了？你碰到了是不是？碰到这个鼠标了是不是？刚好碰到鼠标，我就跳出来了。这个老师刚刚碰到我的鼠标，我就跳出来了。所以这个鼠标是我最喜欢的，这可不行哦！你要借我的鼠标，这可不行啊，这可不行。好，这可不行，应该是比较严正的拒绝吧？我想应该是。对，比如说现在很流行就是有些说就是有一些大龄青年，他新年过年回家的时候，家里面的人催他要结婚，他要找一个男朋友，问外面再看到一个不认识的人，他觉得他很帅，你可以帮我吗？帮我告诉我爸爸妈妈，这是我男朋友，这可不行。不行，对，这是欺骗人的事情，我不能做，这可不行。是说谎的，不可以，这可不行啊，这可不行，比较像 no way， 你是很严正的、很严肃的去拒绝对方，这可不行啊。李常老师，这支笔啊，可不可以借给我？这可不行，我正在用呢，这支笔我正在用呢，这可不行，表示 no way， 这是一个就像英文的 no way， 比较严正、比较严肃的一个拒绝比较严肃的拒绝。好，比 no way 更要严肃一点点，这可不行，这可不行。在英文还有一个字叫 unacceptable， 不可接受的unacceptable， 我不接受这可不行算是很严正。A very serious rejection， 这是一个非常 serious 的 rejection， 非常严正的一个拒绝这可不行像才说那可不行，梅老师，你觉得那可不行，可不可以？也可以的，就是这两支笔，就是或者是两个宠物我拿一个东西举例，很快马上拿到了，没问题。这个像才说，老师，您刚刚教这可不行，那可不行，可不可以呢？梅老师告诉我们，对，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这一只小狗你可以给我这一只小狗吗？这可不行。那你可以给我这个小海豚吗？那也那可不行，都不行，都不行。没有错。所以如果有两个东西，你这个李强老师，这支笔可不可以借给我？这可不行。李强老师，那你可不可以借我这支尺呢？那可不行，你都不借了，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而且你都在拒绝对方好，没问题OK， 好，了解了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如果你要拒绝对方的话，这两个词也是可以用 not now。I'm not free now， 我现在不行，我在忙，现在不行，这可不行 ，No way， 你绝对是不同意对方这样做的，这可不行。好 ，OK， 好的，同学们，你的问题可多的，问题太多了，同学回答不了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吧。我们体验这样子的这个问句，这个梅老师觉得可以吗？可以借你的车吗？这可不行，对，这是不行的。这个很好的句子了，可以了。对，我可以借你的车吗？这可不行，而且你的态度是这样，这可不行，你是绝对同意对方的好，了解了。好的，好，我们再往下看好，第43个词汇叫不一定，不一定 ，not necessary。好，这个请一下梅老师，麻烦一下。钱不一定能带来幸福。好，钱 money 不一定
not always, not necessarily， 能带来幸福，带来就 bring， 带来幸福 happiness， 钱不一定能带来幸福。我觉得这句话蛮有道理的。钱不一定能够让你快乐，钱不一定能够让你幸福，所以我们说钱不一定能带来幸福所以我们用不一定，可能不会的意思，钱可能不一定，可能不会带来幸福。这个梅老师，你觉得我们用不一定的时候，那个语气会是怎么样的语气啊？不一定就是有这个可能性，也有这个不可能性。对，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这个状况，可能也是另一个状况这个叫不一定，也就是不肯定的。对，你不确定，你不肯定一件事情所以钱能不能带来幸福呢？你不肯定。不过我觉得不一定，好像否定的意味多了那么一点点钱不一定能带来幸福。其实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那个negative 的味道比较重，你比较是好像要比较否定这个句子。所以钱不一定能带来幸福。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usually you want to say money cannot bring happiness， 钱不能带来幸福。所以各位同学，你用不一定的时候 ，maybe that's positive, maybe that's negative, but more negative tone here in 不一定。否定的 tone 比较多一点，否定的 tone 比较多一点。钱不一定，其实你觉得钱应该不能should not， 钱应该不能好 ，OK，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句子。好，那各位同学，老师，我们可以说有一个同学的句子很好，你可以看一下。Habib 吗？对对对，哇，这个句子很好，非常的好。努力不一定成功，不努力一定不成功。对，这个句子很棒。努力不一定成功。Hard work may not succeed, but if you don't work hard, you never succeed. 你如果不努力，你一定不会成功的。If you don't work hard, you'll never succeed. 所以各位同学，你很努力，虽然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有机会会成功的有机会。还有一个句子意思也是一样的，就是付出不一定有收获，但是没有付出一定没有收获。没错好，这个句子很棒，我觉得要把它打出来。付出，好，这个句子我看我可以把它打出来付出不一定有收获付出不一定有收获。付出不一定有收获，但是不付出一定没有收获。好，这个梅老师这个句子，其实这些句子都算是我们中文就说谚语吧，或格言吧这个对，谚语格言，谚语格言这些句子呢，各位同学把它学起来，你以后要说话的时候用这些句子是非常好的。付出不一定有收获，但是你不付出一定没有收获所以各位同学，你一定要努力，虽然你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你要是不努力，你一定是不会成功的好，哇，好多同学有句子出现了好，那同学写的句子都是我这一题的答案，我们都还没有念，他们就写出来了。不过梅老师，你还是把我们的这个单词念一下明天不一定来会他。好，那各位同学，我们也不用解释这个语法了，因为你们都写出来了。好，像我们的这个珊珊，明天他不一定会来，还有 SHK 说的明天，哇，这两位同学用的时间的位置不一样。SHK 写的是他明天，那珊珊写的是明天他。那梅老师，他们两个这样都可以吗？都可以。对，那各位同学，中文的时间你可以放在主语的前面或后面都可以。所以珊珊说明天他可以。那像 SHK 的
他明天叭叭叭也可以，不过 SHK 是他明天不一定，多一个了，对不对？这个来和了换一个位置。对他明天不一定会来他明天不一定会来。好这个我其他的同学我就不看了，因为你们都答对了。好，那我们再看还有没有下一题。好，各位同学一样我们用不一定来 make a sentence 好，梅老师麻烦你一下。不一定。对，是。好，美好。好的。爱情的好，各位同学 ，please make a sentence， 请用这些词汇来造句子来造出正确的句子好，不一定是美好爱情的。好，各位同学，你们觉得答案是什么呢？哇，Yusuke 好快，Yusuke 可以写出来，他一定有切身的经历好，不过我们看一下 Nicholas 的句子。好，梅老师麻烦你一下。爱情不一定是美好的。爱情不一定是美好的。嘉欣也是一样的句子，对不对？爱情不一定是美好的。好，那各位同学，不一定是美好的。当你讲这个句子的时候，其实你的否定的感觉比较多一点。你好像觉得其实爱情没有那么好所以当你用不一定的时候 ，you know your negative tone is more than the positive tone。OK， 不一定的 negative 的这个口气比较强一点好，爱情不一定是美好的，你的口气是这样，爱情不一定是美好的你应该觉得它不太好，不太美好所以不一定通常是这个表情，爱情不一定是美好的不一定通常是 negative 的成分比较多一点好，阿能问了一个问题梅老师你觉得呢？美好的爱情是不一定的。这个说法也可以，不是说这句话说不通，可以，对，就是没有我们第一句那么通顺了对，美好的爱情是不一定的，而且意思也有一点不一样意思也有点不一样好，这个我觉得句子还是用皮叶像这样比较好。爱情不一定是美好的，听起来比较 fluent， 比较顺一点好，不一定爱情是美好的，不一定爱情是美好的。总的来说呢，就是还是把这个词语位置换一下好一点。对，各位同学，其实你们讲的句子都是 understandable， 都理解。不过这个句子是最好的，爱情不，这个句子不是。好，裴静的爱情不一定是美好的，这样的语序比较对，比较好，而且是最棒的句子你们刚刚那些句子都是 understandable， but 听起来有一点点奇怪听起来有点奇怪好的，好 ，OK， 那大概你们都会用不一定了好，不一定，爱情不一定是美好的。好，这句话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好，第44个词汇叫好，这个梅老师，我们就照我们习惯的念法好了不一会儿不一会儿，不一会儿，对，不一会儿。我怎么写成不一会儿？是不一会儿，我改一下，不一会儿好，不一会儿，这个应该念4声吧，对不对？不一会儿，不一会儿好，那这个不一会儿就是很短的时间，很快的怎么样了叫不一会儿，很短的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A few moments later, very soon, or a short time， 很短的时间叫不一会儿。好，那这个麻烦一下这个梅老师。OK， 他太累了，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哎呀，他太累了。这只狗，你看，各位同学，你看这只狗狗太累了，不一会儿它就睡着了它太累了。不一会儿就是很短的时间，它一下子其实不一会儿就是一下子的意思，它一下子就睡着了
哦，睡着了就是这个我们说 fall asleep 睡着了，他太累了，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哦。好，那这个梅老师，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说法？不一会儿功夫有，OK，不，其实它的意思是一样，对不对？哦，一样的意思啊。不一会儿功夫，那也可以等于一下子吗？梅老师，你觉得呢？一下子，对，可以等于一下子，好，一下子哦。所以各位同学，不一会儿，不一会儿功夫，一下子，指的都是很短的时间 ，a very short time，很短的时间发生的一件事情啊。like second，like Yeah, a second，second, yeah, a second, a minute, a second，很短 ，very short time, a second，不一会儿就发生了某一件事情，很短的时间内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好 p a s s y 问说，这个是不是等于头一回？不是不是，对不对？头一回比较像 first time， 对不对？第一次的。，first time，对，这个 p a s s y 头一回跟不一会儿是不一样的意思啊。头一回的意思是 first time，OK， 第一次，第一次的意思啊。对，就是 soon 的意思啊，soon 的意思，不久。梅老师，你觉得可不可以不一会儿，可不可以等于不久？不久。可以，也是要分场合。这个不久呢，就不会用到不会用到说他太累了，不久就睡着了，可以用在这个句子里面。不久就睡着了，就是也是不一会，very quickly，very soon，very soon，对，不久。那这个也是可以，你可以用不久啦，或者不久后也可以，你加个后也可以，不久后、不久或不久后，它都是指 very soon，a short period of time。好，这个惠美啊，这个很高端的中文啊，对，很高端的中文，一眨眼的功夫，眨眼的功夫 ，very high。Very advanced Chinese 啊，一眨眼就是眨眼是什么？没有，眨眼是这样，对不对 ？A wink， 对不对哈？A wink of time， 一眨眼就是你眨眼的速度很快，这样子就眨完了。所以一眨眼就是很短很短的时间，叫一眨眼的功夫啊。好，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学了好多，不一会儿，太厉害了，不一会儿功夫，一下子，不久。一眨眼的功夫，这个都是指很短很短的时间哦，很短很短的时间。好，那梅老师，你觉得这个加薪的句子可不可以？出租车不一会儿就来了，对，可以，很好，对不对？出租车不一会儿就来了，这个句子我觉得还蛮口语的，还不错哦。好，这个是总机人员的口气哦。好可爱，好可爱啊！不好意思，马总、张总不一会儿就来了，可以吗？可以，可以啊，好像戏剧里面那个，好像连续剧的剧情有没有啊？不好意思，马总，这个张总啊，不一会儿就来了。哇，这个很像那个连续剧的感觉哦。哇，阿能你好厉害哦，很棒的句子。不好意思，马总，张总啊，不一会儿就来了，很好。哇，我们同学都好厉害哦，好可爱哦。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吧。好，那我们让学生练习一下不一会儿怎么用好了哦。好，那麻烦一下婷老师，梅老师。大雨，不一会儿下起了，天黑了。好，来，各位同学，请你们来写出正确的句子。大雨，不一会儿下起了，天黑了。好，各位同学，你觉得要怎么写这个句子才是对的呢？哇，我觉得大家的句子都好棒哦。青霞这个句子我觉得也好棒哦。梅老师，你可不可以帮青霞念一下？好，考试不一会儿就结束了。哇，这个句子梅老师你觉得怎么样？就是说这个考试呢，很快就结束了，对不对？哦，很棒，很快的意思。Very soon, very quickly。好，哇，同学的答案都出来了哦。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佩珠的句子好了啊。诶，它是那个梅老师麻烦一下。天黑了，不一会儿人下起，大雨下起了，不一会儿不要人字人是多的好，
那我们看一下立新的句子是不是比较正确啊？天黑了，不一会儿大雨下起了。把这个大雨换一下，天黑了，大雨不一会儿就下起了。不一会儿下起了。我看一下。哎呀，这个句子怎么大家写的都不一样？还是我题目写的不好？天黑了，梅老师你会怎么说这个句子？就像玉珠写的这样子。玉珠写的，我看一下玉珠的啊。玉珠的答案，好，天黑了，不一会儿下起了大雨。对，这就是我要的答案呐。为什么大家的答案都好奇怪哦？各位同学，你们看看玉珠的句子，这个才是理查老师要的答案。天黑了，不一会儿下起了大雨。这个句子才是我们要的哦。天黑了，不一会儿 ，very quickly, very soon, a few moments later， 下起了大雨。我们不要说大雨下起了，好奇怪哦。大雨下起了，听起来有点奇怪。下起了大雨，天黑了，不一会儿下起了大雨，这个才是正确的答案哦，各位同学所以如果你答案有一点不对的，不同的，你就可以看一下玉珠的句子，这个句子才是对的。天黑了，不一会儿下起了大雨。好 ，OK，Habib 这个句子好像。我们梅老师，你可不可以看一下？不一会儿冰就融化了。很好。就比如说这个冰，你现在天气很热，把冰放在外面，那冰不一会儿就融化了，一下子就融化了，一下子就 melt 就融化掉了。好 ，Habib， 你的句子非常好你的句子很好。好，我们再往下看好，好，最后一个词词汇第45个词汇叫部分。部分，好，部分这个词就是跟英文的 part 是一样的part 部分。好，那麻烦一下梅老师。蛋黄是鸡蛋中黄色的部分。好，蛋黄是鸡蛋中黄色的部分。梅老师，你觉得这个中要不要啊？蛋黄是，我觉得这个句子，你可以说蛋黄是鸡蛋中的一部分。就好了。好，可以。这个蛋黄是鸡蛋中的一部分。好，我把它改一下。这个句子我觉得我们要改得更通顺一点蛋黄是鸡蛋中的一部分。好，我把它改一下。好，各位同学，这个句子这样改也比较简单，比较利落一点好，部分。好，我把它改一下。好，那这个一部分，好，我把音都改一下一部分。好，那梅老师，麻烦你把这个句子念一遍给大家听。蛋黄是鸡蛋中的一部分。对，所以就可以变成 the yolk is part of the egg, part of an egg。英文我也改一下 ，part of an egg。好，那各位同学，你们可能学了很久很久的中文，你不晓得这个 yolk 中文怎么说？好简单就是蛋黄，英文就是 egg yellow，egg yellow， 蛋黄就是那个地方，黄黄的地方就是蛋黄，就是 yolk。蛋黄是鸡蛋中的一部分 ，part of an egg。蛋黄是鸡蛋中的一部分part of an egg。好，各位同学，所以部分就是 part。我们应该念这个，其实我念的跟梅老师的方式是一样的，不过在北方他们会念部分，他们好像会念成轻声，对不对轻声部分都可以啦，其实都是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念法，都可以。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一下，这个其实我们讲到部分我们就要谈到大部分，还有少部分，还有刚刚句子里的一部分。那各位同学，大部分叫做 most，most， 少部分就是英文的minority， 比较少的比较少的一个部分，比较少的部分那一部分就是 part of something 所以这个3个词算是蛮常用的。好，我们后面加个的之后会加个名词，你可以说大部分的学生，你可以说少部分的
学生，一部分的学生都可以这样去用哦。好，那梅老师麻烦你念一下这个句子。大部分的学生是男的。好，大部分的学生是男的。OK, most of the students are male. 好，所以你可以用大部分 which means most. 你也可以用少部分的学生是男的，它的意思就是 minority of. 一部分的学生 part of the students. part of the students. 叫一部分。好，哇，这个有中部分，这学生很有创意哦。梅老师，我们说不说中部分呢？不说。不说。对，像才我们是不说中部分的哦。好，那也有同学问说有没有小部分？梅老师，你觉得有没有小部分？有会说有小部分。小部分，小部分跟少部分好像有点像，对不对？不过但是意思还是有点点区别，还是有区别。我们各位同学，我们也会说小部分，也是 minority of， 不过还是有点意思，有点不太一样哦，意思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好 ，OK， 大部分等于大多数，梅老师你觉得呢？ Yeah， 没错 ，most 的意思啊，像才你这个没有问题啦，大部分就是大多数 ，most of 的意思，你可以说大多数的学生是男的，大多数的学生是男的 ，most of 哦，好的，那这个部分我想没有问题。好，那这个部分没有问题的话，来，那这个梅老师今天的5个词汇，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可以基本掌握了。那我们来出3题，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懂。这3题啊，如果他们都答对了，我们就可以放心的下课了啊，表示他们都懂了。好，梅老师，我刚刚看到你的小孩在旁边呢，好可爱哦。对，这是我女儿。你女儿好可爱哦，好，特别可爱。好，那各位同学，我们来考试喽。第1题准备。好，哇，大家还在写句子。好，梅老师，麻烦你念一下句子哦。好，不同，不行，不一定。这些运动员来自什么的国家？好，这题太简单了，各位同学，你这题一定没有问题的。这些运动员来自的国家。好，各位同学，你们觉得答案是什么呀？哇，已经答案都出来了，不同。哎呀，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哦。好，其实来自不同的国家这个词汇，这个句子也蛮常用的，来自不同的文化也可以，来自不同的都可以。好，那梅老师你就公布正确的答案吧。答案应该是什么？就是这些运动员来自不同的国家。对，来自我写了答案了吗？我忘了把拼音弄掉了。哎呀，我又开始失误了。好，没关系，下次就不会这样了啊。好，那我们看一下 number 2第2题，看看你们会不会。好，梅老师麻烦你。A 不一定 ，B 部分 ，C 不同。考试分成2个不同，笔试和口试。这个考试分成2个笔试和口试。好 ，OK， 各位同学，你觉得这个句子答案是什么呢？考试分成2个什么？笔试和口试。这个笔试就是用写的考试，对不对？梅老师，用写的考试叫笔试，对 ，written test。口试就是人家会考你，然后你要用回答的方式。对 speaking 的那种 oral test speaking 的你要用 speaking 去回答人家的，这个叫口试哇，大家答案都出来了，部分。好，那梅老师你觉得答案是什么呀？考试分成两个不同部分。你会加个不同的部分。2个部分 ，OK， 2个部分，口试和笔试。好，
其实这里啊，你也可以把我们第一个学到的词汇用上去哦。考试分成2个不同的部分，这样也可以吧？哦，这样也而且更好，对不对？所以各位同学，你们的答案没有问题，部分是对的，2个部分 ，two parts 哦 ，two parts 2个部分，笔试跟口试。那你也可以像梅老师说的，你可以加上一个 adjective 叫不同的，叫 different，two different parts 哦。你可以这样说，考试分成2个不同的部分。哇，这个都用到了，2个词你都用到了哦，更好。好，没有问题了。好，你们都答对了。好，最后一题，如果你们答对了，我们就可以下课啦。太好了。好，这个，我看一下哦，有没有比较有挑战性的题目？好，这个我觉得有点难的，好，试试看好了。好，梅老师，麻烦你一下。A 不一定 ，B 部分 ，C 不同。外国的生活方式和我们截然什么呢？截然什么呢？好，这个考你一个成语咯。这个成语我们刚刚没有说过，不过你们试试看。如果你们已经理解了我们的课程，这个成语你们应该也可以掌握哦。外国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截然什么？这个成语就是截然什么哦。这个成语是我们很常用的一个成语哦。截然，哇，我已经看到很多不同的答案咯。我看到很多不同的答案咯。像才说截然不一定，好，下去可以说截然不同。好。佳佳也是截然不一定。好，嘉欣是截然不同。哦，你看这个啊，梅老师，我觉得这个难度一提升之后啊，就会有同学可能会答错了。不过成语这种东西是同学们一定要学习的，改变不了的。这一定是一个固定的东西，你不可以改变这个成语的任何一个字，你都不可以去变动它哦。所以彩金也是截然不一定。好多人写截然不一定哦。梅老师，我们的这个成语到底 Chinese idiom 到底叫什么啊？就是外国的生活方式和我们截然不同。截然不同，各位同学，截然不同就是 entirely different，totally different。截然不同就是完完全全不同。各位同学，不同是 different，but 截然不同 means totally different，entirely different， 完完全全不同。叫截然，深有体会。对，这个梅老师一定有体会的。他的先生深有体会。对，因为梅老师的先生是英国人，那他是中国人，所以他们2个的文化、生活方式真的是截然不同。对，谢谢理查老师的这个句子。这个题目就是特别要这个让同学们啊能够了解婷老师现在的这个生活啊就是这样子哦。好，非常贴切我的生活。真的好，那梅老师你再帮各位同学念一次这个贴切你生活的句子吧。好，外国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截然不同。Totally different， 各位同学哦。所以像梅老师啊，他的先生是英国人。他自己是中国人，生活方式就是截然不同，就是英文叫 different as black and white， 像黑跟白一样，完全不一样。对，我已经很 change 了，我睡觉的时间 change， 截然不同。对呀，所以你看这个啊，真的是不容易哦。这个，所以各位同学，这个很多同学的生活啊，也跟梅老师一样。真的，梅老师，我们有很多学生哦，他的先生跟他自己的国家是不同的。那你嫁过去之后啊，哇，要花好多时间去适应哦，生活方式截然不同哦，截然不同。好，就是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也完全不一样哦 ，totally completely different， 这个叫截然不同。好 ，OK， 各位同学要学起来哦，截然不同很常用的哦。好，那梅老师今天特别谢谢你哦，能够教大家中文。好，那这个梅老师，你觉得我们的学生，
截然不同和截然相反，我们没有说截然相反吧？哦，有时候会有用这个截然这一个相反，词语，截然相反。截然相反，对，我跟他的有时候生活会用，偶尔会用，其实这个意思也是懂的，对不对？哦，截然相反，意思是一样的，截然对相反，截然不同。对，哦，好，OK，截然相反，哦。啊，这耶稣可以也有深有体会，因为他住法国的时候啊，生活方式截然不同啊。好的，那梅老师今天谢谢你喽。那这个下个星期日还是要一起来教学生们中文哦，好不好？学生们都特别喜欢你啊。好，那这个梅老师，我们下周再见喽，好不好？先跟你说再见，好不好？学广东话给我短信啊。对啊，你们要学广东话的，赶快哦，赶快呀，这个。传个信息给这个梅老师哦，没问题的，梅老师啊，中文教得好，广东话一定没有问题的哦。好，好的，各位同学，如果你想学中文或想学这个广东话，可以捎个短信给我们的梅老师，好不好？他很会教，你们看得出来，对不对？很棒哦哦。好，那梅老师先跟你说晚安喽，好不好？哦，拜拜，拜拜，梅老师再见。好，好，那各位同学，今天梅老师教的很棒，对不对？哇，李超老师觉得啊，梅老师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老师哦。他教中文呢，还会拿那个狗狗，还会拿小海豚。你看，你们一下就懂那个意思了，对不对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就知道怎么用了哦。好，各位同学，我们要谢谢梅老师哦。那你们如果想学中文或广东话的，你们可以给这个梅老师一个短信哦，好不好 ？OK，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喽。我们明天见，各位同学再见，晚安，拜拜。